这还是第一次，我不是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产生怀疑，而是对大疆的无人机产生怀疑。这一切要从玉3的第一次炸机开始说起。朋友们，等了3年。我们终于等来了 Mavic 3，其实没等到炸机，这个看到参数的那一刻，我已经炸了。比上一代1英寸大接近1倍的 M43传感器加哈苏镜头，双摄系统 5.1K 50帧10比特422低朗的滞空时间几乎翻了1倍的续航，360度无死角避障，全面升级的返航路线，全方位的智能跟随，1.880P 60帧的图传实时画面，4G 混合图传最远到15公里，就是所有的参数离谱到我们已经都眼花缭乱。但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还不是在这里边，而是防水。哎，这飞机防水吗？事实上它也并不防水，大疆也没有任何关于防水的宣传，垃圾。但是它完全进水，就是它当时是直接撞上车，然后在水里待了个有2分钟，拿出来这么烘干之后说还能飞，但是这个影像系统就是没有图传。但是现在好了。奇迹就是这么个奇迹，但是这很有可能也不是什么奇迹，而就是这次玉3对内部元气的保护和防水做到了一个相当离谱的程度。皮实，这是我对玉3的第一印象。哎，上海现在进博会，上海室内全面禁飞嘛？你知道花桥吗？这是上海吗？不知道。上海地铁能到，别跑一趟，问问吧。但是房价多少钱？这边房价啊，23000到25000了。23000啊，不是。哎，卡了嘿，800米的时候就卡了，与飞机失去连接，不至于900米就失去连接，也还是只能飞几百米啊？为什么？再测可能就翻车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它会返航的。我们之前都是飞到我们头顶的正上方，然后直挺挺降下来。你看它现在是从这个地方慢慢一个斜切的角，所以它确实不一样了。你看现在是51%，然后我们是5.02开始飞的，现在5.24，也就是说它22分钟用了1半的电，算下来的话能飞44分钟。避障行为现在改成绕行，然后它碰到树的话，它就会直接绕过去。在整个测试的过程中，我们脑海一直转的一句话就是你可是 Mavic 3啊！现在我是完全没有操作它的情况下，所有的操作都是它自动完成的。坏了没？先看坏了没？你看试着坏了没？我操！之所以一直会这样想，是因为它虽然整体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不管跟宣传片里看到的，还是跟我们想象中的 Mavic 3都不一样。无论是画质、避障还是图传，一点都没触及到我们的预期。是我要求的太苛刻吗？还有这颗长焦镜头，画质勉强能看，但是跟哈苏的主摄完全没法比，这就让我无法停止去想，无人机的长焦镜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可是大疆啊！这是我心目中最骄傲的国产品牌。我买过精灵3、Mavic Air， 用过 Spark、御1、御2、Mini 1、Mini 2，测试过 L2S、FPV， 但这还是第一次，我不是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产生怀疑，而是对大疆的无人机产生怀疑。正好前天大疆在上海办了一次沟通会，我终于有机会当面跟大疆的老哥聊聊。我们聊了有快半小时，中间有疑问、有理解、有感叹，但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：现在的玉3部件不完美，要想拥有完全体版本，要等2022年1月的部件更新。我当时就纳了闷了，一个本来挺厉害的机器，不优化好就敢发，臭毛病，跟谁学？哪个友商带的？有本事你拿货来卖呀！但是接下来老哥说的让我完全的信服，因为大家已经等了3年，全网对玉3的期待都在不断的增加，所有的爆料、曝光、预测和各种不准确的谣言，已经把这个设备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所以如果大疆还要再等上2个月，舆论环境将会变得更差。大疆希望不是由各种各样错误的爆料，而是由大疆自己告诉你玉3究竟是怎么样。我一想，没错啊，第一代 iPhone 是乔布斯在07年的1月发布的，但是6月才开始发货。乔布斯的理由也跟玉3一样。And we thought it'd be better if we introduce this rather than ask the FCC to introduce it for us. iPhone 迟了半年才发货，但也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代传奇啊！我知道，肯定有些网友要说了啊，这种说辞也就是你们的信，肯定是因为商业上的因素才提前2个月发布。
我不管，大疆有理由申请一次提前发布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明年1月份大疆的完全版固件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关于哈苏和 D-Log 的色彩、夜间的画质、360度无死角避障、延时摄影、大师镜头、智能构思 5.0、4G 混合图传、高速手机快传、全景拍摄、一键短评等等这些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还没有必要说玉3有哪里不好，但是可以说是好的地方吗？如果几个月之后它还是不好啊，我们再狠狠的骂它。所以注意，我接下来讲的只基于玉3的00.04.1307这个版本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防水，这个官方没说，当然我也不建议任何人测试这个东西，我只是单纯想感叹一下大疆的设计吧。我们这玉3可是结结实实的在浑浊的污水里泡了2分钟，根本不妨碍它当场直接可以起飞。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就离谱。有那么神奇吗？这可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情，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但是我就不敢相信。2、续航时间从31分钟直接大幅增加到了46分钟，看起来46分钟的续航好像只比31分钟增加了50%，但是你要是减去起飞、降落和返回低亮警报的时间，其实实际上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30分钟左右，是比之前的15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要直接翻倍的。3、返航路线的优化，之前无人机返航都是先爬升到特定的高度，再回到返航点的正上方，再垂直下降直到降落。因为没有360度的避障啊，所以飞机其实并不敢侧飞。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玉3的返航给我的感觉就是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，它会自动的寻找一个最经济、最省电的返航路线，你肉眼去看都能看到它路线规划上的那种进步。而且因为这个优化，玉3也会根据实时的位置，智能的也相对更晚的去触发低电量的返航，从而进一步的提升飞机能滞空拍摄的时间。4、便携充电，朋友们，我觉得此刻无需多言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来，是的，玉3可以连充电宝充电了，而且你看这个充电管家也可以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5、智能跟随。虽然大疆老哥说这个功能还没有调试到完美的状态，但就它现在展示出的样子，已经让我觉得非常心动了。首先，这次不是只有跟随，而是可以在前后左右8个视角提供动态的追踪。你看它的状态在空中是可以往任何方向飞行的，只要能追住那个锁定的目标，玉3就会展现出一个很强的操纵感，自动去规划出安全的飞行路线，来拍出流畅的视频。这个等大疆调试好之后，一定可以拍出特别有意思的画面。这个我太期待了。总结，也许不是玉3现在它就是不在一个完美的状态里，但我相信这完全不会妨碍它在接下来的2、3年时间里再次成为一代神机，成为那一台可能不是人人都有，但是一定人人都想拥有的一台梦想的设备。这就是大疆，在这个苹果都没办法带给我们任何惊喜的年代，一次又一次的把影像技术推向巅峰。也许这就是这家位于中国深圳的公司的使命。我觉得它的名字写得特别的好，更是特别贴切。不是大疆影像，不是大疆飞行，而是好了。关于玉3的简单上手，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我是大飞，我们明年1月再会。大飞啊，来婺源摸鱼怎么样？来婺源摸鱼太爽了，我靠！哇！